外星人又被人类发现了。你没事吧？最近一条消息突然登上头条热搜，地外生命存在，生命之源首次确认。大致内容就是日本探测器隼鸟2号采集的样本中检测到了20多种氨基酸。其实这个标题稍微有点偏离，应该是人类首次直接在地外确认生命之源。在这之前，科学家们早就通过对可能来自小行星的陨石的分析，或者是对行星的光谱分析，检测到过氨基酸，所以对这条消息我并没有感到太意外。整体感觉还没有网友的评论区精彩呢。你看看，我都说有外星人，一定有。你们说外星人他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呢？水滴要来了。很多人私说我问你，一个天文博主为什么一直都不讲外星人呢？因为我没见过呀。说起外星人，一共就俩回答，有还是没有啊？既然没有，你视频做这么长，说个毛啊！我相信宇宙中有其他生命的存在，因为宇宙有充足的环境和时间孕育各种奇迹，但我并不觉得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它们。相信我，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儿。有人说人类至今没有找到其他宇宙生物，原因就错在总是以地球生物作为对标的出发点。地外其他生物难道就非得需要氧气、水、氨基酸吗？难道科学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想到吗？科学家们不傻，不是因为没想到或者不愿这么做，而是根本做不到。出现生命的可能性低到令人发指，孕育文明的可能性更是如此。地球的生命就像爽文中的天选之子，而你就是在一堆天选之子中得到唯一外挂的那个人。接下来你就会知道孕育生命的条件有多苛刻，我们走到如今食物链的顶端又是多么的不可思议。第一，生命的出现需要在宜居带内，离太阳太近会变成水星这样温差几百度、充满荒芜的星球，离恒星太远又会变成海王星这种冰冷黑暗的世界，一定要和恒星保持刚刚好的距离。第二，具备适合生命诞生的元素和环境。光是处于宜居带还不够，火星也在宜居带，但它却是一个荒芜的世界。我们的地球就像是宇宙中的天选者，要什么来什么。45亿年前，一颗火星大小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，这大大改变了原来地球上的地质活动。38亿年前，在频繁的雷电和宇宙射线剧烈作用下，就合成了氨基酸、单糖等有机分子，再加上可能来自太空中彗星陨石的一些有机分子，在海洋这锅营养汤中又恰好合成了核酸，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，最终聚合为最初生命。第四，各种匪夷所思的巧合。这些最初生命经过了寒武纪和奥陶纪生命大爆发，挺过了奥陶纪末、泥盆纪末、2叠纪末、3叠纪末、白垩纪末5次生物大灭绝，扛过了冷热干湿反复横跳的气候变化，躲过了众多天敌的虎视眈眈，历经了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。在这一系列近乎 bug 的机缘巧合下，600万年前，一只母猿产下了2个女儿，一个成为了所有黑猩猩的祖先，一个成为了所有人类的祖先。他们先后走出了非洲大陆，其中一个叫做智人的种族，也就是我们，恰好得到了其他物种演化几亿年都没有的智慧。它成为我们智人最强大的武器。自此，我们便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发展。智人的每一次飞跃都被写进了时间的史书中。然而，最不可思议的还是时间。智人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到如今的信息化时代，只用了20万年。从伽马暴开始的一系列巧合，哪怕一环出现任何一丝的偏差，我们都无法去想象现在生命的样子。你敢相信吗？一颗颗恒星崩溃之后，它散落在各处的分子和原子汇集到了一起，变成了一颗颗行星。而在这之后，它们又变成了一个个生命，最终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你。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一直都以水、氨基酸等地球上的物质去判断其他星球有没有孕育生命的可能。人类是宇宙的产物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比宇宙更有创造力，可以完美的预测出其他生命的样子。不是科学家们不想，而是根本做不到。所以寻找外星生命效率最高的方式，现阶段依然是以地球生命诞生的标准去探寻。所以回过头你会发现，我们是万千星辰的孩子，你口中无聊透顶的日复一日，都是无数巧合下的生命奇迹。